珠海航展上啊，中国军工科研看上去呢有点小小的内卷，这种内卷说明我们有强大的爆发力，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珠海航展开展的第一天呢，在航展现场呢也是忙了一天，就是把这个航空航天那几个展厅稍微认真看了一下，大半天就没了。整个航展11个展厅啊，如果认认真真的一路看下去的话，在各大厂商研究所展台上好好的跟那个参展人员聊一聊的话，没有2、3天肯定不行。结果呢，这一天跑下来腿也酸了，浑身都是汗，非常的累。但呢，就是这半天多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呢，也确实说是一场视觉盛宴。有些东西真的我们感觉是耳目一新，因为呢是大量的新装备、新型号是出现了，而且各个研究院所拿出来的产品，很多还是自成体系的。你比如说防空，各种用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为基础的机动的野战防空系统啊，那个产品就很多。当然了，你可以说这个产品门槛不高，门槛高的呢也有，就说中高空的，你可以看到猎鹰70、猎鹰80，还有天龙系列。什么红外制导的，什么雷达制导的，基本上每一个系列都能做到各种体制全覆盖。至于说无人机还有巡飞弹，那就是本届航展大热点了。就是整个展馆差不多到处都是无人机，各个厂商都在做无人机，而且好几个厂商，你比如说航天、航空还有兵器，拿出来的都是多种无人机、多种巡飞弹，而且这个无人机也好，巡飞弹还能够互相配合、分工合作，形成真正的蜂群无人机作战系统。随便这里边哪一家都能够让阿塞拜疆还有亚美尼亚那场战争看上去是原始简单。还有远程火箭炮也是一个我们传统看的一个老热点，兵器也好，航天也好都在搞，而且都是呢标注着射程290公里，各种制导火箭弹。这个290公里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心知肚明，就是为了出口嘛，要把射程砍掉一大部分。甚至是广东宏大这么一个民间的爆破公司，也都能拿出2种超音速导弹，可以反舰，可以对地攻击。除此之外，还有50公斤级别的反坦克导弹，还有1公斤级别的单兵微型导弹。他们那个反坦克导弹居然能够把射程做到50公里，在50公斤级别里边，这很不容易。而且它还有3种可以选择的制导体制：激光半主动、可见光，还有红外热成像。至于说的微型那个导弹呢，制导体制也是有2种，可见光和激光半主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技术在中国军工已经相当成熟。比如说像宏大那样一个民间的这个公司，它拿出一个总体方案，就可以通过技术采购获取各种各样的部件，导引头部件、发动机部件，就能把自己设计的导弹做出来。这样的话呢，不管是解放军还是海外客户拿出一个需求，那么各个厂商都可以利用这些成熟技术组合出一个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而且性能指标、设计思想说起来都是国际一流。但是从这些产品中呢，我也看到有些问题，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比如说往好里讲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思路，很多科研单位看准了方向都能跟上，都能拿出实用的成果，让部队有丰富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各个院所看到的方向走的这个道路偏偏是高度重合的。比如说单兵微型导弹，不管是航天的还是宏大的，展会现场3、4家产品基本就没有什么差异，从发射方式到弹体结构到制导体制，或者说都和美军那个派克微型导弹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的呢，也是一种内卷。军工系统各单位之间呢有激烈竞争，这是好事。好事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竞争，各个单位能力都会快速发展、快速提升，有大方向，大家都能及时跟得上。但是需要思考的是，这么多单位为什么思路还是高度重合？是不是我们的科研思路还不够开阔？是不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发展方向，让我们尝试一下？以前我们总是说我们在摸着美国这块石头过河，可是现在呢，已经到了美国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河的时候，而我们呢是追美国追得越来越近，能摸美国的地方也越来越少。未来随着技术领域的追赶，我们需要考虑怎么自己在水里边找石头摸了。将来呢，谁先能够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谁就可能改变战争的样式。所以我特别希望在未来航展上，我们能看到一些更奇特的、更实际的，从我们的民间或我们的军工企业中找到了脑洞。这些脑洞也许能够让我们代替美国塑造一个新的战场游戏规则。
好，关于珠海航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各种模仿和创新，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